每一个国际化的大都市都有一个带着神秘色彩的外交还有老钱的地方。在北京，它就是朝阳区的三里屯亮马桥使馆区；在上海，它是梧桐树荫下的元法租界；在新加坡，它是顶级豪宅围绕的 Nassim Road；在香港，它是极具隐私的中半山。刚刚所说的这几个地方呢，都有一些共同点，就是低密度、高隐私、保安严，还有呢，就是它永远会在核心区的周边。大家好，我是艾里，深耕马来西亚房产16年。今天呢，我就会带大家用镜头来走一下马来西亚大使馆区，我们来实地走一趟这里的居住环境如何，还有呢，我们也看一趟大平层。大家跟我一起走吧 ，Let's go！好了，现在来到的这一栋楼呢，它就是 R8 Residency A。那这一栋楼呢，它是由香港开发商来打造。在这里呢，主打3样东西。首先呢，就是它的隐秘性；第二呢，就是它的超大户型空间；还有第三呢，就是无遮挡景观。而这栋楼呢，它是永久产权，它整栋楼啊就是20楼层高，就只有26个单位。对的，整栋楼就是26家人住的这样子感觉。那么呢，在这边呢，就是有2个电梯间，左右两边。那这边进去的话，一出来呢，就是你自己的私人电梯间了。那就等于说呢，每一层就只有2套。那还有一样东西，就是在我身后呢，就是塞夫国际学校。那还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国际学校呢，吉隆坡国际学校 ISKL， 就从这里往前面开车大约5分钟里面就可以到达了。从电梯出来呢，这就是我们的私人电梯厅了。那其实呢，一层就是你自己的一个单位，所以就等于说这个空间你也可以使用。好了，我们进去里面看一下。哇，先介绍一下这个单位呢，它是2725平方尺，也就是253平米。那这里呢，我们有2个客厅、3个房间、1个储物间，还有1个用人房。那还有呢，就是阳台。而这个房子的售价呢是马币450万，算起来呢，我们的单价每平尺就是1650。以这个包含装修的单位来说，这个属于非常合理的行情价格。那其实呢 ，R8 这个楼盘呢，它漂亮的东西就是它左边是学校，右手边就是这一个矮楼，所以大家可以看见哦，从这里的任何一个单位看出去呢，都是无遮挡景观，就好像我们从客厅走出来这样子，哇 ，OK， 在这边欣赏一下吉隆坡大使馆区的风景就是这样子的。如果我们往前看的话呢，还可以看到这个 KLCC 双子塔的地标，还有 TRX， 还有118的那只顶尖。吉隆坡大使馆区的绿意呢是非常好的，等一下我们就飞航拍上去，大家可以看见这个绿意它占了多少层。那它这个房子呢，它是属于横向设计，就我们的客厅在这一边，然后呢餐桌位置也在这里，那采光呢非常的足够，就好像大家可以透过镜头这样子看，那采光是非常好。那房间的话呢，左边2间，那还有另外1间是在这里的。我们先去左边吧，来。OK， 往这个方向走呢，我们有主卧还有次卧。那么来到这边，先看一下这个次卧。好，再过来这边有个储物间，那在这里呢也做了这个收纳的柜子，可以收藏一些衣物还是旅行箱这样子。好，进来这个主卧，哇，主卧非常漂亮，因为它就是一个双景观的，你可以看见很多这个很丰富的风景。首先左边已经就是落地玻璃窗，那在这一边呢还有个阳台哦。好啊，睡觉之前在阳台发发呆。今天呢，就是要透过镜头让大家体验一下住在大使馆区嘛。在这边看过去哦，你会有一种感觉，就是你是从市中心的边界上这样子看这个全面的市景。你看这个 KLCC 啊，还有这个 TRX 金融区啊，站在这一边可以望得更全面的。那同时呢，中间大家也有一些更多的绿意，所以你就好像隔着一些花园，然后看去这个吉隆坡市中心。所以住在这一边的话呢，一方面我们就是享受这种市中心里面的宁静然后呢又不失这个城市的便利闹中取静这个感觉。
这景观呢是非常好，在市中心非常难得的。空间来说呢，这边是主卧床的位置啊，然后这一边大家可以设计成就是衣帽间啊，或者是一个工作区啊这样子。这个主卧的浴室呢就在这里，有双面盆，而且呢有很好的采光。好了，看了这个主卧过后呢，我们要过对面了哈，对面，好，要跑了。那这个户型哦设计非常独特一点，就是它是整面墙呢都是集中在这个方向的。因为什么呢？这栋楼哦，它的左边这个方向看过去呢就是吉隆坡高尔夫球场，所以这栋楼在设计的时候呢，它就知道这个优势，所以就把所有单位呢都朝向这个方向来获取更多的景观。你看厨房它也是有景观的哈，很少看见厨房是有漂亮景观的。在这边呢，大家可以一边煮饭一边欣赏风景。那么再过来，这边还有一个储物间，然后这个呢是如果我们有朋友来到的话，他们可以使用的化妆间。再往这边走呢，它是一个 studio 的意思。studio 你看哦，你把这个门关起来的话，它有它自己的客厅 ，OK， 它的房间还有它的浴室。在这里呢，给大家看一下风景。这一边就是名副其实的大使馆区，因为在这里我们有聚集了超过40多家国家的这个大使馆。站在这里看过去，那一边呢就是 TRX 吉隆坡金融中心。那在这个方向呢，它就有美国、新加坡、日本还有印尼的大使馆。而在另外一边呢，就是 Jalan Ambang 安邦路，在这里我们有中国、韩国还有泰国的大使馆。而在里面这一块呢，我们就有瑞士、德国、俄罗斯还有西班牙的大使馆。也就因为这里聚集了很多大国家的大使馆，所以政府在这边有实行了这个限高的政策。那在这里开发的楼盘呢，基本上都不能盖超过10层楼高的这个项目。所以呢，这边放眼看出去都是平行的矮楼，不是那种铺天盖地的高楼，所以景观看起来就非常的舒服。通常来到大使馆区呢，大家在看的大平层的时候，也会有一些问题啊。今天我就给大家梳理一个5大的常问问题。首先，第一，大家一定会问的，吉隆坡大使馆区的治安到底好不好？我呢可以直接告诉大家，这里是全吉隆坡安保级别最高的区域了，没有之一。因为这里就好像刚刚大家看见的，密布了中国、美国、法国、新加坡等等几10个国家的大使馆。那么这里呢，不仅仅有普通的社区保安，还有警方的高频率的巡逻，以及各大使馆区自带的顶级保安系统。所以这里的街区呢是很安静，而且也几乎看不到嘈杂的外来人员，所以安全感是非常好的。好，接下来呢，大家也会问，住在这里的话，平日出行怎么样？那如果是要步行去公共交通的话，如何呢？从大使馆区去到 KLCC 和 TRX 的话，它实际距离就2公里左右，2到3公里。那么这个距离的话呢，我们一般都会开车。而在大使馆区域里面呢，我们是属于一个低密度的小区，而且我们有小路，平时的环境呢是很安静。那如果是我们透过使馆区的内部小路，基本上我们出行都很方便。而且大使馆区旁边呢有多条的大道，比如说 Acre、Max 还有 SPE 的这些高速公路，可以直接去到吉隆坡周边的其他地方。那如果来到公共交通的话呢，我们从这里步行去到最靠近的地铁站，就是 Ampang 这个地铁站。Ampang 呢，它其实是双轨站，就是一边呢它可以乘搭 MRT， 那另外一边呢也可以乘搭 LRT， 这2条是不一样的地铁系统。好，第3个常问的问题就是住在这一边的话，如果我要吃东西周边的生活配套怎么样，方不方便？大家最熟知的 ISKL 吉隆坡国际学校还有 Seifu 国际学校就很靠近，那加上呢周边顶尖的医疗，比如说英格医院，还有高尔夫球场，还有马球俱乐部，在这里的话呢，它可以塑造成一个5分钟的车程里面完成了国际教育、医疗还有高尔夫社交的一个顶级的生活品质。那么生活配套呢，大家比较关注的就是超市或者是餐饮。在大使馆区呢，步行可以到达的就有一个老牌的富人超市，叫做 Hock Chuan Supermarket。 在这个超市呢，它有卖欧美进口的零食肉类还有这个有机蔬果等等。
那如果是想要顺便逛街吃大餐的话呢，从大使馆区往左边市中心的方向开一个2分钟左右的车程，这里是有The Link 商场的。在The Link 商场里面呢，我们有10多20家的这个餐饮，就包括中餐、日本餐、韩国餐、马来餐，而且呢还有一个连锁超市 Jaya Grocer。那么另外一边的话呢，就有 Great Eastern Mall，Great Eastern Mall 里面的话呢，就有 Mercato 这一个超市。好，第4个问题呢，就是大家会觉得说住得非常舒服。那如果是以投资性质，这里的房子它保值吗？以后会不会升值？我们以稀缺性来总结这个问题。那吉隆坡市中心里面的大楼呢，可以越盖越高，而优待的这个土地还有限高的政策呢，它不会再重复的。也就是说，这里的这个房子都是有这个稀缺性质，而且呢，这里的住客或者租客的圈层都是外交官或者是跨国公司的高管，还有就是高净值的家庭，租金呢非常的稳定，流转率呢也很低，抗跌性呢也很强，所以它是真正属于一个老钱型的资产。那价格行情是怎么样？在整个大使馆区里面的话呢，我们的单价就是以2种的情形去看。如果是它不包含家具的那种情况呢，就是我们说的简装，它的价格呢就是单价每平方尺马币1300到1600之间。那么如果好像今天我们看的这一套，它就是装修漂漂亮亮的，然后呢家具、电器、灯具都包含在内的话呢，它的每平方尺的单价就是1600到1800多每平方尺。那么相对吉隆坡市中心那一些，它的单价目前是2000多或3000的价格来说，大使馆区里面呢，它单价来说的话呢，肯定是性价比更高的。不过大家不要忘记在大使馆区里面的话，它都是大平层，平均呢都有200或300平米，或者我们说的3000平方尺以上。那变成说呢，单价是1600、1800这样子。不过你来到总价的话呢，它最少就是400-500万起跳，所以大家口袋应该就是要有一个预算，马币500多万，来到这边就比较好找房子了。好的，来从住家出来的话呢，就往这个方向就可以去到吉隆坡国际学校。那如果大家住在这一边，会不会步行去学校呢？1.5公里的话，来留言区告诉我啊，会步行还是会开车？OK， 好，那我们就把自己当成是住在这里，然后我们要去超市买东西了。OK， 来，大家走走啊。住在大使馆区，如果大家想要步行出去超市或吃东西的话呢，就会往安邦大路的那个方向走，因为安邦大路左右2边呢，我们都有这个比较商业性质的地方，就是超市啊，或者是餐厅那些，就会在那里了。OK， 来到这边是安邦大路了。那么往这个方向去的话呢，就是比较本地生活圈子的安邦社区。那如果是往这个方向走的话呢，直走大概就是1点多公里就可以到这个吉隆坡双子塔。大家可能会问在这个安邦路旁边走路的感觉如何？其实除了车声以外啦，还蛮舒服的啦。至少我的妆还在，还不至于融掉。好，给大家看一下，在我左边这一边。好，这个就是我跟大家说的超市，去超市看一看吧。这个超市的规模还蛮大的，外表看不出来红酒类，你看这么大因为这里聚集了有超过40多个国家的大使馆大家可以幻想一下嘛，就是有40多个国家不一样，对于食品不一样的品牌，所以有空的话，大家可以来这个超市看一看，看看有没有你喜欢的食物。好了，今天带大家实地考察了这个大使馆区，大家觉得这里的生活环境如何？欢迎在留言区那边留言告诉我你的想法。那接下来呢，如果对于这里的大平层想要了解更多的话呢，欢迎联络我的这个电话号码咯。那接下来呢，也就记得点赞、订阅、分享，我们下一集见了，拜拜。那这里呢，主要OK， 这里的房子它OK 来1下。在市中心里面大家想要得到一个四四方方嘛 ，OK， 来，所以这个楼在设计的时候就进什么 ？OK， 来一下。